我叫江宝珠，京海首富的独生女。今天我保研成功了，但我却不敢跟我妈说，因为这是。恭贺大小姐成功保研清北。妈，妈妈的好女儿，为了庆祝你保研，这张黑卡你拿去随便刷，去订1000个烟花，再订1000桌宴席。妈，我不想这么铺张浪费，而且我努力学习，也不是为了在人前装样子的。好，那妈私下也要给你庆祝的。去把天豪酒店的天字1号包厢定下来。是。自家的酒店不花钱走行了吧？那你先去，妈开完跨国会议就来。嗯？哼！靠！就开这种破烂还敢上路？你怎么开车的？你要是碰到我的车，你全家打8辈子工都赔不起，知道吗？这辆车怎么和车库里我妈送我那辆全球限量超跑这么像？喂，你公然在市区闯红灯超速，差点撞到我，必须道歉！哎，我知道了，你就是看着我有钱，想制造机遇，然后投怀送抱吧。哎，你是怎么了解到我行踪的？就你这样，我还真看不上。哎，你等着。看呀，钱，拿着钱，赶紧走。哎，你啊！你给我等着！尊贵的客人，这就是我们酒店，也是整个京海最高档的天字1号包厢。宝珠，这也太豪华了吧！你保研奖金也不多，就咱俩好闺蜜吃饭，用不着吃这么贵的饭啊。没花钱，这是我妈为了庆祝特地给我订的。除了我们不对外开放，走吧。等等。说你啊，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往里面带。这层楼我今天包了，这层楼季平安包了。这不是路上差点撞到我的那个人吗？这包厢是我们订的，就算你有钱，也不能勉强吧？勉强？知不知道这个酒店是谁家开的？是我开的，我想坐哪儿就坐哪儿，还轮不到你来说我。好像今天是吩咐过，董事长的孩子会来天字1号包厢，原来就是他。不管怎样，这包厢我是走流程，凭本事预定的，你无权赶我们走。这少爷，这个包厢确实已经被预定了。喂，你说什么呢？难怪只是个臭打工，连做狗都做不明白。为难员工算怎么个事儿？再说了，谢经理他依规办事，我有预定，我就该落座天字1号吃饭。我妈开的酒店什么时候成了别人的？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假借她的身份，在她的酒店作威作福，损害明珠集团的名声。我看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没听到我们介绍说了吧？这是他家的酒店。就是季少的酒店，他的话就是规矩。行啊，你想要规矩，那我就给你个规矩。从今往后，这个酒店你
可狗，不能入内。季少还是先治好自己的狂犬病，别在这边随地大小规矩的。我劝你们想清楚，我爸是金海的首富季星。什么？季星？这不是我爸的名字？你说什么？现在知道怕了吧？在金海，除了我爸爸季星以外，还没有人不遵守金海第一阔少我季平安的规矩。怎么会这么巧？难道我爸真的出轨了？可我爸对我妈向来言听计从，说不定有其他的误会。切，金海第一，我看你是金海摔的屁滚尿流第一吧？看清楚，原来是想倒贴我的这个穷酸呀，追酒店来了。等等，这不是那个学校门口清北保研红榜上那个女的吗？怪不得故意找季少麻烦，这穷读书的就是仇富的很，嫉妒季少家里有钱呗。我跟你说啊，这穷学生啊，就是没出过社会，不知道人都是分3、6、9等的。还不赶紧把你眼睛擦亮点，好好记住季少这张脸。你这辈子能站在这儿和他说上话，都该回去烧高香了。原来是奖学金，还有发了工资是吧？来这儿充面子的。哼，我劝你啊，放弃这个包厢，赶紧滚！在金海跟我比有钱，你连我的零头都算不上。宝珠，要不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吃饭吧？首富的儿子，我们惹不起。你要是不吹牛，我还真看不出来你就是季星之子。证据呢？这以我的权力，还没资格见董事长和董事长的孩子。不相信是吧？哼！我现在就跟我爸说，我要他亲手把你赶出酒店。看到了吗？只要我想要什么，我爸就会无条件的满足我。这头像就是我爸，我爸真的背叛了我妈。一张聊天记录而已，我想 P 多少就 P 多少。季少，天字2号包厢已经收拾出来了，要不然您先将就用。你算什么东西？我是首富的儿子，我要用就用最好的、最贵的。不愧是季少啊，既然身份这么金贵，不如把这一层包厢的单都给买了吧，也好让我们心服口服，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实力。行，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界，让你们好好看看我到底是不是金海首富的儿子。我爸敢用我妈的钱养私生子，还不知死活的到处挥霍，就别怪我掏空他儿子的钱，我让他1分1毫都得还回来。菜单。唉，这样吧，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呢现在给我们道个歉，我们可以考虑把吃过的骨头缩一缩给你们。季少，话别说太早，这天字1号的菜都是私厨定做的，这价格和普通包厢相差不下10倍。季少到时候可千万别心疼钱哦。钱？我们季少缺钱吗？你以为的10倍天价，在我们季少眼里不过是洒洒水。18800的帝王蟹一只，26000元的山野黑松露焗海参。季少怎么点的都是我这种穷人攒钱才能吃得起的小菜啊！小菜？真把自己当什么大人物了？这里面随便一道菜都足够让你破产。这些少说50万，就你
50万已到账。他竟然能一下拿50万买单，不会真有啥背景吧？宝珠，这可是50万，你就拿来逞能了。 50万算什么？经理你过来，给我上一瓶100万的陈酿茅台。首付可不是你一个小门小户赔得起的呀！我劝你啊，还是赶紧离开这个包厢，下辈子再来吧。 200万已到账。200万就为了一顿饭，这江宝珠家里不会比季少还有钱吧？季少还要继续加码吗？如果没钱的话，我已经预付了菜钱，请你们离开我房间。谁说我没钱了？一个二个点个菜都不行，我来点。这个，还有这个，全部都拿上来，快点。 200万的沉默之船香槟，350万的鹰啸红酒。哎，谢经理，今天的菜系都快破600多万了吧？万一某人要是赖账付不起的话，你肯定也要受牵连。不如提前验资，看看某人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阔少。我妈一直掌握经济大权，我爸的私人卡里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今天就算你刷爆卡，也不可能付得起。区600万而已，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季平安最不缺的就是钱。余额不足。什么？余额不足。什么？再刷一次。余额不足。余额不足，余额不足。连饭钱都付不起，这季平安不会真是假的吧？不可能啊！这是我爸亲自给我的卡，怎么可能连1万都没有？难道是这个女人做了什么手脚？不可能，这女人长得一副穷酸样，怎么可能对一个首富儿子耍手段？你是哪个山头的首富啊？连个菜钱都付不起啊！别这么说，说不定人家就不是来酒店里吃饭的哦，假装富豪装阔，我看就是想吸引富婆吃软饭喽。季少，你不会是吹牛的吧？怎么连饭钱都付不起啊？季少，是你自己装阔邀请我们来的啊？我们可没钱，这钱你自己出。走了走了。站住！我让你走了吗？啊！瞧你的那点见识，一个上市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这很难理解吗？啊！你这样，你等着，我现在马上让我爸送钱来。谁把我卡刷爆了？喂，宝贝儿子，怎么了？爸，我在你那个天豪酒店吃个饭。就点2瓶酒，你给我那卡就没钱了。你再拿一张卡，赶紧给我送过来，免得这有个穷酸说我们季家装阔。好，我现在找人给你送过来。听到了吗？我爸现在就送钱过来。首富，谁知道是不是你找的演员啊？我还没见过吃饭还需要临时调动资金的时候。儿子，你等着，爸现在就来酒店，让那个女的给你当面道歉。能拿出600万的，怎么也不是一般人。宝珠，你太冲动了。听到了吧？我爸马上就要来了，你不会害怕的尿裤子吧？季平安，你怕不是还没断奶吧？不如你跟我爸也说说话。请。喂，爸，我在自家的天豪酒店被人抢了包厢。什么？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不要命了！你等着，爸立刻来酒店。1个2个都在天豪酒店出事了。算了，还是我的宝贝儿子重要。停，什么档次？拿你爸跟我爸相提并论？
哼，还学我爸的气质，是不是学的？你待会就知道了。你别以为你拿个破手机请个破家长就能了事了。我爸是京海市值第1的首富，你爹就是个老穷酸。我爸就是你口中的京海首富季新。哎呀，哎，你说你爸也叫季新啊？就你也敢提我爸的名字？我爸可不会认你这个野种。我倒是好奇，等你知道自己才是那个野种的时候，会有多可笑。打钱过来了。我爸的卡没有那么多的额度，肯定是我爸挪用了公款，转给私生子挥霍。600万眼都不眨一下，不愧是首富的儿子啊！怎么样？老子有的是钱。坐下吧，坐下。你们吃啊，吃完了每个人，还有你，到我这儿来，每人拿5万块钱。宝珠，他借着有钱就仗势欺人，简直太过分了。要不我们直接报警？不用，他不过就是一个炫富啃老、不学无术的纨绔，还不值得我们大费周章，有的是人治的。你说什么？我看你是活腻了是吧？我看谁敢动我的孩子，我看是谁敢动我的孩子。妈，你怎么来了？我爸呢？你爸是什么身份？也是他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能见的。这是我妈的项链，我爸竟敢偷我妈的东西来讨好小三。我爸也是个怂货，也就敢偷些过时的大陆款式。看什么呀？没见过吧？我这包可是名牌包，哼，你们家就算是打10年工也买不起。谢经理，我以天豪酒店女主人的身份命令你，把她给我丢出去。哇！明华，我们结婚20年了，我想借着今天天豪酒店开业的机会，再跟你郑重的说一句，我爱你。都老夫老妻了，我很感谢你，感谢你为我生下我唯一的掌上明珠。宝珠，也谢谢你这么多年的付出。我季新今天发誓，这一辈子绝不会辜负你和女儿。爸妈，看镜头，3、2、1。我一定要亲手坐实我爸出轨的证据，替我妈铲除小三这2个毒瘤。你又是谁？你一没酒店职权，谁能证明你就是董事长夫人？2无我闹事的依据，又有什么资格赶我出去？都不用我爸亲自来，你可看清楚了，这上面的人，你这辈子都高攀不起。我爸给我和我妈的山盟海誓，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这个照片上的人就是明珠集团的副董季新啊！就算他真的是季董的儿子，你们这样公然欺辱人，就不怕舆论影响吗？有钱能使鬼推磨，不知道吗？在京海，谁敢闹首富的舆论？惹到季少，我看你们全家在京海是混不下去了。这年头混社会靠的是脸面，不过跟你们说了也白搭，你爸妈没教你，你这辈子都学不会。经理，还不赶紧把这2个穷酸货给我赶出去，免得扰了我儿子吃饭的雅兴。对不起，小姑娘，我也只是个打工。等等，全家福是吧？巧了，我也有。怪不得你这么硬气，找我麻烦。原来你早就 P 好了照片，想趁着这个机会
攀点关系，打点秋风是吧？妈，就这个人，就是他一直说是我爸的孩子，勾引我儿子不成，还想认我当妈？不过我可没有你这种拜金的野种。你不过就是个小三，有什么资格让你当我妈？我妈也是你高攀得起的。还有，我爸姓季，而你一个姓姜的也敢糊弄我们，是不是？把大家伙儿都当傻子呀？我不姓季，那是因为季心在姜家是赘婿，他没资格让我跟他姓。我爸爸是金海的首富，有哪个女人会让他入赘？就是，季总资产上百亿，放眼全球，有哪个女人比得过他？真是读书读傻了。男人入赘是用尊严换的，想让季总入赘，怕是1000亿都不够吧？老朱，快别说了，你才刚毕业，没必要逞强折在这儿。没事，你不知道，并不代表没有。金海首富另有其人，季心只不过就是一个没本事，只会借着我妈的势头，在外装腔作势的软饭男。小贱人，你敢污蔑我老公，我要撕烂你的嘴！住手！我看谁敢动我女儿！我看谁敢动我女儿！妈已经看到公司资金有漏洞了。阿姨，你可算来了。这对母子一直借着身份欺负宝珠呢。就是你们欺负我的女儿。你又是哪里来的穷酸，也配和我这个首富夫人叫板？首富夫人，你问季心，她敢当着我的面承认你的身份吗？原来你就是那个小三，你就是那个私生女，怪不得有天字1号的权限，小的不知好歹，老的也不要脸去勾引我爸。你们俩母女还挺像，一样的不知廉耻。我妈才是。正主既然打算压轴出场，我们何不把这场戏闹得更大一点？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也敢闹到我这个正室面前。只不过，你无论是从气质，还是受宠的程度，都输得体无完肤。我要是小三，这本受法律保护的证书算什么？这不可能！这结婚证上的男人怎么和季少刚才全家福里的一模一样？他俩不会真是一个爹吧？那就说明季平安才是私生子啊！瞎说什么呢？不可能！爸那么爱我妈，这件儿肯定是假的。结婚证上的钢印你都不信，你爸的身份证号码你总能背出来吧？这真是我爸的身份证号。等等，你们发现没？刚才他们两个打电话的时候，电话那边的声音一模一样。原来所谓的首富还真是软饭男啊！季少挥霍的钱，估计都是他从妻女身上骗来的吧？胡说八道！我算是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么多依据了。原来是我爸养的私生女。怪不得你们有脸闹到这儿，原来是想靠阿欣的权势撑腰啊！不过没想到会碰到我们两个正主。我告诉你们，趁早离开阿欣，我可以原谅他一时犯错，但不能容忍你抢我的男人。毕竟只有我才有资格做首富夫人这个位置。你放弃尊严都向往的首富夫人，我可不稀罕哦。我们不稀罕，他爸可不愿意放弃舔了20多年的优渥生活。少在这虚张声势了，就你那破烂的老头乐，哪里有首富女儿的样子？就是，季少开的可是超跑，而且季少和他妈穿的珠光宝气的。再看这对母女穿这么朴素，一看就是不受宠的外室和私生女吧。好好教训一下你们！我今天就替我妈好好教训一下你们！儿子，你没事吧？季少，您可是首富的儿子，什么都用最好的，我只能用最大的力气去打你了。
季少是酒色亏空，连个小姑娘都打不过。你个小贱人，敢打我儿子！敢当着我的面打我女儿！妈，你没事吧？还真不愧是母子啊，排着队等着挨打呢。再敢对我女儿出手，下次可就不是这一巴掌这么简单的事了。像你们这种底层，重活累活干多了，力气大点怎么了？等我爹来了，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碾压。欢迎季总亲临天豪酒店。欢迎季总亲临天豪酒店。听声音是季总来了。是啊，这对母女在季总的酒店欺负他儿子，等季总来了，这母女不得被打得跪地求饶呀！晚了，季总随随便便动动手指，就能让这两人彻底在京海混不下去。我老公的明珠集团有全京海最顶尖的律师团队，敢打我和我儿子，就等着坐一辈子大牢吧！宝珠可是正当防卫，宝珠你快走，就算我攒钱，也要跟你打官司。我们可不能走，我们走了怎么看这出好戏？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是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我爸来了，就等着等死吧！老公，就是他们，你今天一定要帮我跟儿子狠狠的出气！谁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看这排场，不愧是京海首富啊！刚才还有人诋毁季总是赘婿，现在正主来了，母女俩得一起滚出京海了。咱们去那边，等下看一下我爸到底能闹出多大的笑话。走吧。爸，你终于来了，快帮我！再不来，我和我妈就要被打死了。老公，他们不仅打人，还到处说你是靠女人吃饭才有今天的软饭男，还说我跟我儿子是见不得光的老鼠。在我的酒店动我的人，坏我的名声，今天谁动的手，自动站出来，否则我季信代表明珠集团让你在京海彻底消失。就他，哎，就他。还有那个老的，爸，你快帮我把他抓起来！动我儿子，不要！哼，季总，你真是好大的威风啊！我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帮你的小三和私生子撑腰的。爸，老公，你这是干什么？季总怎么看着很害怕江宝珠的妈妈呀？而且听江宝珠她妈妈说什么私生子和小三的，难道他俩才是正室啊？误会，都是误会！不行，不管谁是董事长，但再这么闹下去，让董事长的家事外传影响了生意，肯定要怪罪在我的头上。各位客人，酒店今日恕不接待，请各位配合离场。哦，爸，还是你周到啊！现在外人都出去了，你就可以好好的教训这两个贱人。闭嘴！你们也出去！我不出去，我就要在这看着你教训他们呢。就是啊，老公，你不用怕影响不好，对付这种贱人就不用给他们留情面。你也闭嘴！季总是想跟我们留情面，还是给你的小三还有私生子留一个体面？还嚣张是吧？啊，谁给你这个胆子和我爸这么说话的？哎呀，儿子！闭嘴！让你闭嘴，你听不见吗？为了个小三，
还有你的私生女打我是吗？季心，往常你儿子受一点伤你都心疼，你现在为什么打他？我警告你，少在这里发疯乱咬，哪里跟你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关系？赶紧滚！不是你怕她干什么？她就是一个私生女啊！明华，宝珠，你们千万别误会，他们就是集团扶贫项目资助的贫困户，我是看他们母子可怜才救助他们的，我真的不认识他们。老公，你说什么呢？爸，你可真大方，给一个资助生600多万的饭钱。救助？我看你是救助到他床上去了吧？你还把自己救助成家贼偷我的东西，季心，你真是厚颜无耻的毫无下限！我呸！什么你的钱？这都是我们阿欣自己赚的钱。你一个靠男人养的小三，有什么资格说我老公？就是我爸也是你们两个不要脸的女人能够高攀的嘛。再说说你妈妈靠着爬床进了我们季家，你真以为能够分走我们季家的财产不成？谁准你指我女儿的？不如你亲口问问你的老公，看看是谁靠的谁。哎，就凭你，我老公可是金海首富，你是哪来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踩在他头上？就凭我妈才是你口中的金海首富焦明华。起码我爸可以眼睛都不眨，在天字1号包间里面花600万，你妈怕是连这包厢的门都摸不着吧？看看你穿的那副穷酸样，也敢冒充我老公的身份，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样子。明华，保住！你们千万不要听他们胡说，我警告你们，再敢多说一个字，保证你们下半辈子1分钱资助款都拿不到！赶紧滚！急什么？我倒是很想听听你们这一家3口平时是怎么用我的钱挥霍的。妈，这所谓的资助，每笔账单的流水和去向，咱们恐怕是不是好好查一查？你什么意思？我老公的钱来路光明正大，我看倒是你们不清白的钱花多了。对呀，起码你们也拿出600万看看。是吗？那就别用我妈的钱，让你的首富爸爸亲自来支付今天的600万。天豪酒店可是上流酒店，你们算什么东西能干涉？你来干什么？遵照董事长指示，我已自动将江总账户支付了600万元餐费，原路退回去账户，同时该笔账单并未结清，请季少重新支付。你说什么呢？你们董事长就是我爸，你还敢当着他的面来撒谎是吗？就是当狗的，还不认识自己的主人呢吗？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哦，我明白了，爸爸想让我在他们面前付款证明身份，给这2个穷酸一点颜色看看。怎么没见过豪掷600万的画面，还想拍下来品味回忆一下呀？麻烦把我的副卡冻结，不许某些人花出1分1毫。蜜华，你听我解释。哎呀，爸，别装了，演那么好。你的意思是，我爸爸给我的这张卡是你的副卡，是吧？当然是我妈的副卡了。凭你爸的财力，这卡早就被刷爆了。这张卡可是我老公给我儿子的黑卡副卡，想刷多少钱就可以刷多少钱，怎么可能被刷爆？哼，你来。600多万的卡就被刷爆了，是给我和我妈开眼了，还是逗我和我妈笑呀？怎么可能？这不是黑卡吗？怎么可能连600万都没有？对，怎么可能会余额不足？肯定是你们动了手脚，这账我们不结了。若不立即结清，明珠集团法务将代表天豪酒店对您提起诉讼。怎么，首富的儿子也吃霸王餐耍赖啊？
爸，你看他这个嘴脸，快把钱打给我，我必须打他们的脸。老公，你快说句话呀！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儿子被起诉坐牢吗？我的卡被这撞破刷爆了，而且我现在所有的钱全被江明华那个贱人停了，根本拿不出钱来付款。别叫我爸爸！我要不是看你们母子可怜资助你们，谁知道你们得寸进尺，会攀着我不放，我就不该帮你们。爸，你说什么呢？我不是你亲儿子吗？相处20几年，这季星的自私自利，竟然还能耍性下线，连自己的妻儿都能撇干净，真以为这样就能独善其身？明华、宝珠，你们也看到了，都是这2个贱人在那里胡搅蛮缠。在我季星这辈子，最爱的孩子从来都只有我们的宝贝女儿宝珠啊！爸，我不吃这个老女人的软饭，你怕她干什么？你说谁是吃软饭的？来人，给我堵住他们的嘴！要是再敢诋毁我和明华的感情，还有我的名誉，就绝对不会轻饶你们！明华，都是这个贱人，她嫉妒我们的恩爱，才故意破坏我们的家庭。再说，你还需要我的照顾，女儿也需要爸爸呀。爸，你就别演了。好，我原谅你。好，我原谅你。妈，我爸都出轨了，你怎么还原谅他？宝珠，你爸他只不过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况且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没必要因为一点小事上纲上线分开呀。老婆，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我之前都是因为外面的花花草草迷了眼，不过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只有你啊！什么金牌首富，还不是被我几句话就哄好的蠢女人？只要我再好好谋划一番，江家的产业岂不是手到擒来？这里面都是你爸最近这几年偷偷转移公司资产的流水。这么多，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现在离婚的话，容易打草惊蛇，转出去的钱就会被你爸转到海外虚拟账户，很难追回来。既然他想演戏，我们就陪他演，让他觉得一切还在他的掌控之中，然后那就让他把吃进去的东西连本带利全部吐出来。现在你有多得意，等还回来的时候就会有多痛苦。我妈原谅你，我还没原谅你；我妈原谅你，我还没原谅你。赔钱货事情就是多啊！乖女儿，你要怎样才能原谅爸爸？刚才他们2个指着我妈的鼻子骂我们，那不如爸亲自动手，给我和我妈出口气。这个，他们毕竟……我不是你最疼爱的女儿吗？难道在你心里面，你还是最疼这个私生子啊？季心，难道你刚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这女儿受了委屈，你作为父亲，不想替她出头吗？没有，绝对没有。他爸爸肯定是占宝贝女儿的。爸，你要干什么？季心，你干什么？我可是你老婆，他是你亲儿子啊！混账东西，谁让你们得罪我女儿的？这一巴掌是叫你们认清自己的贱命！这一巴掌是叫你们认清自己的贱命！明华、宝珠，如果你们还不解气，那我继续。刚才的事只是个零头，现在还有600万没有还清呢。放心，酒店都记着账呢，绝对让他付了。他们肆意挥霍我妈的钱，让他们吐口饭钱，已经算是开恩了。江宝珠，原来你是故意让我订600万的单的。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吗？你的钱，我妈花了就是花了，就是我们的了。就是，我
花你们的钱，是为你们家祈福，就这么点钱还追着要，有没有点格局？是不是自愿赠与？我们可以叫叔叔过来查验。现在现金还是刷卡？我给还不行吗？哎呀，我的包！够了吗？都给你们，够了吗？这当然不够。我们都给你们了，我们身上除了衣服以外就没别的了。现在知道钱不够了，当初是怎么嘲笑我跟我妈穿的穷酸的？现在可以给你们个机会，看一下你们的行头到底值多少钱。你别欺人太甚，没听到我宝贝女儿发话吗？宝珠、明华，没必要跟这种贱人浪费时间，你们先回去。今天我亲自买菜下厨，给你们煲汤舒舒心。妈，我们走。江宝珠，这次你让我丢尽颜面，下次我一定会加倍还给你。那两个贱人他们羞辱我和平安，你非但不帮我们撑腰，还动手打我们。你到底是谁的老公啊？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能让你们过好吗？开的车，带的珠宝，一样不是我用掉尊严换来的。那也不能让我妈妈当小三呀！现在反倒我成私生子了，我以后在金海还怎么混呢？不被偏爱的才是第三者，我和他只是逢场作戏。我的心呐，都在你们母子这儿，你们就是正牌。爸，那也得先帮我出气，只差一个项目撤走资金，江明华就成了空壳子，到时候我立马跟他离婚，让你成为真正的季家大少爷。至于江宝珠，随你怎么处置。明华，我给你沏了杯咖啡。你们先回去。这次的项目我们明珠集团很看好，但是利润问题还需要再商讨。能让江明华说看好的项目可没几个，如果能拿到这个项目，我既能提拔自己的公司，也能趁机架空江明华。江董拿这么高的利润，我看还是考虑考虑别人吧。哎，明华，我听说咱们集团现在接触了热议的环宇项目，初步接触，让我负责这次项目吧。虽然我之前犯了错，让你失望了，但是我想将功补过。你还是先休息，调整好状态吧。我会重新安排人跟进。这个贱人敢防着我，不过能让江明华仿着的项目质量肯定没问题，我必须私下对接到手。季总，贵公司的方案我们看了，合作条件还是不够有诚意，就算换个人做说客也没用。陈总，我这次来代表的可不是明珠集团，条件可以谈。哦，今天一看季总果然不像传闻里那样靠女人吃软饭。不瞒您说，我们早就不想看着江总脸色吃饭了。如果合作伙伴是您的话，陈总果然是明白人。那您看我们4-6开如何？我4，你6。季总果然爽快。京海像季总这种懂人情世故的人不多了，我看迟早能超越江董。我再拖延下去，倒显得我不识趣，不爽快了。季总不再看看合同？陈总的人品我信。
董事长，按照您的吩咐，海鸥项目最终合同细节已经买好，只等对方下一步行动了。不着急收网，让他再得意一会儿。跳得越高，才能摔得越惨。好，明白。成了啊！真成了，我合同都签了。江明华那个蠢女人，她压根就不知道我早就背着她接触了合作方，这个项目就是压倒她的关键。太好了，老公，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快坐。哎，等1周之后，我就能利用这个项目，让江明华赶出董事会，彻底掌控整个集团。就江宝珠那个贱人，上次在酒店让我那么难看，我倒要看看他这次落魄的时候还怎么嚣张。这些年我忍辱负重的讨好黄脸婆，等的就是今天。江家的钱本来就该是我的，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天经地义。老公，我看江宝珠那个贱人都走后门进了设计部，正好咱们平安也马上要毕业了，你看让他到咱自家公司历练历练。我的儿子将来肯定是接班人，现在你爸有权了，别说实习了，直接进关键部门当高管，想去管哪个板块随便挑。爸，我要进江宝珠那个部门，我要亲眼看着他沦为丧家之犬。这次实习虽然你是我女儿，但也不会给你特殊照顾，能学到多少，做出什么成绩，全看你自己的本事。妈，放心，我一定努力向你看齐。星耀资本的刘总，也就是你刘叔叔，会亲自到你们部门商讨下一步推进计划，你好好接待。好，我知道了。走吧。宝珠，我听说今天部门会来一个王牌实习生，不会就是你吧？运气不错，我的方案被董事长看中，让我进来实习。牛啊你！实习保研两手抓。上次酒店那事儿后来怎么样了？那对嚣张的母子没再找你麻烦吧？他们……大家手头工作先停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宝珠，你不是刚来吗？项目能力那么强，主管肯定是来欢迎你的吧？各位，这就是我们的新同事，王牌实习生季平安。平安可是咱们公司的高端人才，别看他年纪小，这次咱们部门能策划出星海项目这个重点项目，全是他的功劳。你这次要去的投资部啊，早已被你父亲暗中渗透，你这次进去可能不会轻松。妈，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把里面的蛀虫一个一个的揪出来。我爸竟然敢明目张胆的把私生子塞进了公司，还敢剽窃我的专利。既然你们主动把脸伸过来，那我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了。这样，你先去跟进星海项目方案，我跟江总打过招呼了，我自己先去跟宝珠说几句话。是。没想到刘叔叔竟然到了，方案也已经进入落实阶段。季平安，你想偷我的方案，那我就让你在最得意的时候丢尽脸面。天哪，真是英雄出少年啊！这份方案我拜读过，
逻辑缜密，眼光独到，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是啊，看来我们部门要靠平安这样的年轻人来当主心骨了。哼，一般一般，随便写点东西吧。平安，这是星海项目正式任命书，以后这个项目全靠你掌舵了。哎，等等，这个星海项目是我写的，凭什么给他？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像这种级别的，你一个小实习生能背得动吗？这话该我问你吧？你自己不是知道了自己是什么身份，不夹紧尾巴做人，还敢跑来公司兴风作浪？你当我和我妈不存在？江宝珠啊，你现在有多嘴硬，过不了多久就会有多凄惨。季平安这么有恃无恐，看来季仙自以为得手。可惜他们的好日子演到今天也该收场了。星海项目方案的原稿记录来源全在我的个人工作台上，你们可以随时查阅。你剽窃我的成果，真以为能瞒天过海吗？就是，我能证明方案就是宝珠在学校里做的。这到底是谁做的？看来就这样了。哼，这份方案是在季总亲自指导和监督下完成的，你一个实习生，怎么可能？就是，这次项目的合作方星耀资本的刘总今天亲临详细商讨，这种级别的资源哪是你一个实习生能接触的？就是一个刚来的实习生就敢冒领功劳，想出名想疯了吧？估计是看季平安年轻有为，心里不平衡呗。刘总从小看着我长大，也就是说，只有我才有资格和刘总那样级别的人谈话。江宝珠，你还真不配。那你看我配不配作证？那你看我配不配作证？这方案就是宝珠做的。行，哪来的老东西啊？轮得到你给我说教？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这人没工作证，不是我们公司的吧？一个不相干的人，有什么资格来我们明珠集团出头？蠢货，连刘总站在面前都认不出来，真是大言不惭。刘总来公司，那肯定是公司高层带来的。就这么个老头，还这么寒酸。江明珠，你就算撒个谎，你得像个样子吧。既然你这么绝对的说这个文案就是你做的，不如你当着大家所有人的面给刘总打个电话。如果刘总能为你证明我江宝珠自辞，并且为你道歉，怎么敢打吗？怎么敢打吗？怎么办？我爸这把方案塞给我，根本没给我什么刘总的联系方式啊。怎么，小季总不敢打电话？刚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只有你才能对接刘总吗？谁不敢？我只是号码没有记清楚，像这样的小事不记得很正常嘛，是不是？可你不是说刘总看着你长大的吗？怎么会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存？还是说根本就没有啊？有道理啊，一个电话都不敢打，不会真是他偷的实习生的方案吧？集团一向标榜公正，靠能力说话。要是真有高管子弟靠关系抢功，以后谁敢踏实做事？喂，谁偷方案？我只是暂时把号码存到别的地方去了，而且今天刘总也会来公司找我对接，我只是暂时不想打扰而已。平安，你要是真的忘了号码，不如用我的手机打吧。他身上怎么响啊？不可能！季平安，王主管手机里面的客户信息肯定是对的，这证明他就是刘总。那就不能是一样的手机，一样的铃声，恰好出现了吗？对呀，以刘总的身份，不可能无声无息的就出现在我们部门。王主管，还愣着干什么？江宝珠在实习期间伪造证件，勾结外人，
破坏部门秩序和重大项目，立刻把他给我开除了。还有，哎，老东西，就那个老骗子啊，给我轰出去！我刘某人在这个行业当中行走这么多年，还真是第一次被人当面指着鼻子说是骗人。季平啊，我劝你别这么狂妄自大，免得到时候真相出来了，你是第一个被赶出公司的。我再狂妄也比你好，不你那个不知廉耻的妈，当别人小三搞那么一出。我说怎么一个实习生敢这么狂？原来他妈就是勾引季总的小三啊！反正我爸项目已经到手，江明华和江宝珠这俩贱人，在集团已经毫无威胁了。江宝珠，我还是劝你趁早带着你那个妈滚出集团。还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敢造谣我妈，我让你们每个人说出的话都付出代价。还威胁上我了。江宝珠，要不是你妈靠着见不得光的手段勾引我爸，你都不配出生。搞了半天，还真是靠妈出卖身体上的位。原来他才是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啊！还有这种事儿？宝珠和他妈妈才不是这样的人。你们空口白牙的污蔑人，在京海就不怕被整个行业封杀吗？哼！哥，可是季董亲自带到公司办理入职手续的，他呢？谁知道他是怎么混进来实习的？同事们，都看过了，这个人要是不开除，那是不是我们其中所有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是下一个黑幕的牺牲品，对不对？季平安说的对，必须开除！开除江宝珠！开除江宝珠！开除江宝珠！我一没违反公司纪律，二你并无实证，凭什么开除我？而且你也只是一个实习生，我们职位平等，你没有资格开除我。那我这个集团董事长有没有资格？我们职位平等，你没有资格开除我。那我这个集团董事长有没有资格？哎，爸，你可算来了！江宝珠不仅当众剽窃我的项目成果不说，还污蔑我，你得给我做主啊！儿子放心，项目的汇款已经得手了，集团的账款也早被我提前转走了。今天我就替你好好收拾他们。宝珠啊，我当初也是看你可怜，才同意你母亲让你进入到这公司实习。可是呢，你进入到公司，不仅利用我的名头欺压同事，还剽窃你平安哥哥辛苦做出来的项目成果，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就是这样，太过分了。私生子就是私生子，只会恩将仇报。季总对他这么好啊，他自己没本事就偷别人的，还这么理直气壮，真是开了眼了。真相到底是什么？你这个始作俑者心里最清楚了吧？你当年是怎么靠着江家起来的？现在又背着我们，偷偷在外面养这对母子的。江宝珠，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哎呀，都是我没有好好管教你，才让你变得如此不堪。今天我就要替你母亲好好的管教管教你。替我妈管教我？你也配？小贱人，你还敢嘴硬？什么江家的公司啊，早就该姓季了。你和你那个不要脸的妈，就等着一起完蛋吧！我看谁敢在我江明华的公司欺负我的女儿！我看谁敢在我江明华的公司欺负我的女儿！宝珠，原来你就是明珠集团董事长的女儿，你也太低调了吧！江明华，从今天起，江家的一切都改姓季了。我妈当年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接纳你，江家哪一点对不起你了？你就这么报答的？你还真是和你妈一样天真啊！我隐忍了这么多年，看你们的脸色，等的就是今天。我爸呀，已经联合公司的高层把你妈架空了。现在呢，整个集团的命脉都握在我爸手里。老公，赶紧让这破集团改名！我现在听见收和华这两个字就觉得恶心。看来在场的这么多人，倒是没有一个认得我这个董事长了。没错，啊，在场的各位都是见证者，以后跟着我好好干，少不了你们的好处。恭喜季董，贺喜季董，我们呀早盼着这一天了。
至于你们俩，我会通知所有企业，谁敢聘用他们，就是和我季星作对。我要让你们彻底混不下去。说完了，不妨季董先打个电话，问问你那个海鸥项目的陈总，到底是你架空我，还是我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江明华怎么会知道我和陈总合作了环宇项目？陈总，咱们说好的那个资金到账了吗？当然是进江总的账户了。什么？江总，根据您的计划，集团被非法挪用的资金均已全部回收至集团账户。江总，根据您的计划，集团被非法挪用的资金均已全部回收至集团账户。你居然耍我！是你给我下的套！就你这反应速度，也太对不起你谋划了这么多年了。季星，这就是你想扳倒我妈的绝妙计划，果然跟你的私生子一样废物。还好我遗传了我妈的优良基因。爸，你别被他们唬住，我们签了合同，只要合同没错，他们现在就是在拖延时间。就是啊，老公，肯定是这个贱人跟陈总有一腿，两个人合伙作假坑你呢。就是啊，老公，肯定是这个贱人跟陈总有一腿，两个人合伙作假坑你呢。怪不得能当上首富，还不知道是靠多少男人睡上去的呢。就是说呀，我也知道。对呀，这背后我跟你说，事实真不好评判。是谁出轨？是谁在外面养了20多年的情妇，还有私生子？是谁一直在外面吃软饭，靠着女人上位？需要我和我妈拿出记录给大家开开眼吗？季欣，你们还真是死鸭子嘴硬啊！季副董呀，季副董，你这副董的职位是怎么来的？你忘了吗？我看你们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我替我爸教训你们，我替我爸来收拾你们。你是上次在酒店没挨够揍是吗？刘总，让您看笑话了，家务事污了您的耳朵，后续我一定会亲自处理干净，给您项目一个交代。我明白，今天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们要是1个小时之内没出来，我就立刻报警。南星，你去送送刘总，免得这里有疯狗四处乱咬人。装什么装呀？公司都要改姓了，你们拿什么交代啊？女人呐，还是要像我一样温柔小意，知道靠男人。你看看你，强势了一辈子又能怎么样？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最后还要被男人扫地出门。江明华，我早就看够你这副高高在上的嘴脸，现在你什么都没有了，等着净身出户吧。我看你是还没睡醒吧？净身出户的应该是你们这群吸血虫。你是不是忘了，没有我江明华，你季星在京海算是个什么东西？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我也不是不能给你留条活路。这样，你们呢就留在集团看大门，每个月给你们开300，够仁至义尽了吧？爸，江宝珠拿来扫厕所也行啊，妈，你说是不是？阿欣，你就是太心软了。要我说，给他们钱都是抬举他们，像他们现在这副德行，出去要饭都没人给。行了，我也不想把事儿办得那么难看。江明华，你要是识趣儿，自己签了这份净身出户的离婚协议，毕竟我也不想来硬的。哼，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离婚？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离婚？还行了，江明华，我知道你还放不下我，但是呢，我劝你现在看清自己的身份，你早都配不上我了啊！
我们阿欣现在可是首富了，某些人呢还以为是从前呢。妈，跟他们废什么话？赶出去不就行了吗？放不下你，我们是懒得碰，碰你们一下都嫌脏。闭嘴！忍你们很久了。哼，你们除了会把我当成佣人以外，你们还会干什么？给你钱，给你地位，这叫把你当佣人使唤？那是我爸应得的。你们江家能有今天，都是我爸爸的功劳。没错，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集团，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本来就该是我的。我看这个才是你这个白眼狼应得的，看看这个才是你这个白眼狼应得的。老公，他肯定是舍不得被你抛弃，弄出来挽留你的东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我见多了。妈说的对，他们就是怕了，可是现在后悔晚了。哼，江明华，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挽留我，都晚了。我早都是你高攀不起的男人了。哎呀，季总曾经是龙困浅滩，现在我们所有人都等着您带领我们大展宏图呢。以后啊，还要多靠季董事长提拔。对呀，是啊，是啊，应该是。好说，好说。以后等我接管了集团，在座的各位都有功劳。妈，我看没有再给他们脸面的必要了。季欣，你不妨先看看你手里的东西，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行了，江明华，以你现在的处境，能拿出什么对我有威胁的？老公，你怎么会签净身出户协议啊？这咋回事？净身出户啊！他要净身出户了。爸，怎么会这样？完了。季总不再看看合同？啊，陈总的人品，我信。原来一直是你在耍我，合作也是你故意给我的。耍你？我妈只不过是把你偷来的东西换个包装而已。从头到尾，都是你自己要往套里钻的。你们是不是早就有一腿了？江明华，你竟敢给我戴绿帽子！你心脏看什么都脏。我不认，都是假的，肯定是你们这对狗男女伪造的。我根本就没想离婚。刚才不是你说，你早就看我想吐了，巴不得立刻离婚吗？明明是你先不守妇道，勾结别的男人来陷害自己老公。哼，像你这种女人放在古代是要进猪笼的。对，毒妇把我爸爸害成这样惨，还要拿走我们的家产，我是不会认的。你们不认无所谓，法律会认。若您拒不执行的话，江明华女士和明珠集团会申请强制执行，并追究您的法律责任。听见了吧？这婚必须得离，你们什么都带不走。老公，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们两个毒妇，他好歹是你的爸爸，还是你老公，怎么可以做到这个地步啊？你们合起伙来欺骗、背叛、偷窃，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在我心里，我爸早就已经死了。一个处心积虑抢夺妻女家产、养外室、生野种的畜生，根本不配做我江明华的丈夫。江明华，你不会以为你真赢了吧？我早就防着你这手。不光是那个项目的资金，我名下各种隐秘的以我为核心的资金，我早就在半年前秘密转移到我儿子的名下。没错，就算让我爸净身出户，你们拿到的也就只是个空壳。没想到吧？你以为就你会算计啊？我早就防着你翻脸不认人了。就是呀，陪你们演戏，你们还当真呢？真以为自己多大能耐呢？你们就不怕我早做好准备了？
现在这些东西都在我季平安名下，你手再怎么长也伸不到我们这里来。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家都是可以拿到钱继续挥霍的。季平安，你们一家人靠偷我妈的钱活了这几年，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这东西本来就属于是我们的？真以为换个名字就能洗白了？钱在谁手上就是谁的，你妈自己急差一招，怪得了谁啊？你爸算计我妈，那是我妈的事。至于你，我自然有办法对付。可惜你又要一无所有了。你以为搞点破纸就能吓唬到我吗？我告诉你，我现在根本没空看这些东西。真是和你爸一样的德行，你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真是个没家教的野丫头！一开始是我不小心而已，你真以为我会跳那么多坑啊？就是呀，还在这嘴硬呢。等你们被赶出去，身无分文，我看你们还怎么端首富的架子？谁给你的胆子，敢议论我的女儿？哟，还以为自己是首富呢。王主管，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两个贱人给我轰出去！我要让全金海人都看到这一对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江氏母女是怎么变成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家门的。来人，抓起来！你眼睛瞎了吧？我让你绑他！哎呀，这什么意思啊？跟我说，你说这叫什么事啊？压紧点。王主管，什么意思啊？现在整个集团都在我名下，你想造反吗？就是，还不赶紧放开我，不然我让我儿子把你们都开了。有什么事自己跟大小姐和董事长说吧。我看你是狗眼睛认不清谁是主人了，再给你一次机会，放开我！张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威胁我，你还不配！我没有签过这种东西，是你们联合起来陷害我！季平安，这可是你昨天亲手签的协议，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昨天，季少，只要在这签字儿，这份星海计划的方案就是您的了。到时候报告一交，您就是京海最年轻有为的头手了。对。哎呀，王主管，你还真挺懂事儿的。哎，不愧是我爸的得力下属，跟着我好好干，以后啊，好处少不了你的。哎，好。是你联合他一起来弄我，我杀了你！吃里扒外的走狗！我爸给你那么多好处，你居然在背后捅刀子！我领的是江董事长发的薪水，自然是明珠集团的人。季平安，明明是你贪婪，非要踩到别人的头上来证明自己。现在我成全你了，满意了吗？最终还是被他们摆了一道。季心，我江明华的钱不是这么好拿的，这些年你们挥霍和转移的，我都会一一列出明细，追究到底。恭贺董事长，拨乱反正，肃清集团，明珠集团必将重归正轨，再创辉煌。恭贺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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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都散了吧。顺便多往外说说咱们季副总今天的壮举啊！走。走，不可能啊！我计划了这么久，每一步都算到了，怎么会变成这样？那是因为你不满足于你现在已经有的富贵，更不满足于我和宝珠对你的信任。季心，从你开始动歪心思的那天起，
你就应该想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你少在这儿装清高了！要不是你，阿欣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还不是被你这个霸道女人给逼的！爸，咱们还有机会，只要等风头过了，以你的本事，东山再起不是难事。你还真是高看你爸了。今天这事传出去，别说东山再起，混口饭吃都勉强，别求着我们都算是有骨气。呸！我爸怎么可能对你们低头？爸，我和我妈都相信你。蜜花，宝珠，我真的知道错了。看在我们这么多年夫妻父女的份上，你们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季心，你干什么？爸，你不要跟这个老女人低头了，我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啊！蜜花，宝珠，都是这对母子蛊惑的我。在我眼里，我还是看重我们这个家。我们再回到从前好不好？我们还和从前一样，我给你做饭、煲汤、照顾家里。季心，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得去吗？破镜就算能重圆，但裂痕依然存在。何况你这面镜子，从里到外都脏透了。以前需要你照顾的时候，你在陪他们；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你照顾了。宝珠，以前是爸爸糊涂，爸爸以后加倍补偿你。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季心，你竟然想抛弃我和儿子！你干什么求他们两个？打我！你现在是看见他们有权有势了，就想一脚把我们踹开，你还是不是人？你想甩开我们，门儿都没有！蠢货！只要我还留在江家，要什么谋划不过来？到时候再收拾他们，配合我。明华、宝珠，我跟他们根本不是一路人，只要你们能原谅我，我一定洗心革面，下半辈子加倍补偿你们。净补偿些没有用的东西。季心，你是不是觉得我江明华在你眼里就是个能被你用几句谎言蒙混过去的傻子呀？不，明华，我是真心的。把这三人一起轰出去！江明华，你真就这么狠心？宝珠，你看看我，你对爸爸就没有一点心疼？就是啊，阿欣也是你们的亲人呢。我爸只不过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有必要弄成这个样子吗？需要我帮你们回忆一下，刚才是怎么在这里得意洋洋侮辱我和我妈的嘴脸的吗？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我错了。妈，你，爸，怎么办啊？软的不吃，别怪我来硬的。江明华，咱们走着瞧。唉，这下可总算是清静了。那一家子吸血鬼，该滚的也滚了，该还的也还了。是啊，这还多亏了我的好女儿，要不是你沉得住气，一步步配合，妈想收拾这个烂摊子也没这么顺利。是妈妈您教的好，恭喜妈，远离渣男。以后呢，我们就专心搞事业，把我们集团做大做强。这些年啊，公司被季星搞得乌烟瘴气。妈今天啊，再收收尾啊。妈，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季星今天被逼到绝境，难保他不使出什么下作手段。你这几天别乱跑，尽量多待在公司，免得他狗急跳墙。好，验证失败，验证失败，怎么回事？验证失败，验证失败，验证失败，验证失败。这套公寓是江总财产，此前只为你一人许可使用，现在你净身出户，离婚了，房子我们必须收回。不行，我的包、我的衣服、我的首饰都在里面。阿欣，你快说话呀！哎呀！凭什么？我告诉你，这里面是我们的东西，你这抢劫，你知道吗？
王总住了那么久，总该给点时间收拾，通融一下吧。很抱歉，江总吩咐了，一刻也不多等。我们这可怎么办？不行，我的包、我的手指都在里面，我的包包、我的首饰都没了，我可怎么办呀？对呀，我都跟别人说了，我爸要当董事长了，现在住的地方都没有。吵什么吵？先找个酒店，让我想办法找以前的生意合作伙伴，先周转周转。什么地方？一股味儿。我不住这，我回学校待一会儿。阿信，我皮肤敏感，睡这种床单会起疹子。慧英，跟了我这么多年，你觉得我对你好吗？当然了，要不是你，我哪有以前的好日子过？那你是不是也应该为我做些什么？齐心突然说这个做什么？我现在确实只能靠他养，只能先哄着了。当然了，阿信，我们是一家人，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我一定为你做到。好，有你这句话就好。爸，我妈呢？你妈她有点事儿，出去了。这是我妈现在唯一的包。什么事儿？她出去连包和手机都不拿。怎么跟你老子说话的？我说她有事儿，她就是有事儿。你问那么多干什么？我问我妈去哪儿有错吗？爸，你是瞒着我什么事儿？我妈怎么了？你倒是说话呀！是江明华和江宝珠那两个贱人把你妈带走了。什么？那她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之前他们在公司是怎么对我们的？你妈她现在说不定，他们有钱有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现在掌控算政权，他们敢动我妈，我让他们偿命。平安，你冷静点，别冲动。我妈都要没了，让我怎么冷静？你去了，除了能把自己搭进去，还能干什么？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不然呢？以江明华现在的权势，我们只能忍气吞声，求他放了你妈。我求他们？做梦吧！你不去，我自己去。对，就是这样，越恨越好。江明华、江宝珠，你们把我逼到了绝路，就别怪我借刀杀人了。宝珠，吴慧英已经失踪了，季平安和季星他们现在一无所有，很可能会做出过激的事。妈已经让你陈叔守在公司门口了，你自己先上车，妈先处理点事。怎么这么忙？哎，陈助理，陈助理，费劲了，我早就让你支开了他，现在可没人能来救你。季平安，季平安，你想干什么？绑架可是重罪，你考虑过后果吗？我现在只想报仇。你们母女俩害得我们家家破人亡，把我爸爸害了，连我妈妈也不放过。江宝珠，我今天就让你血债血偿！
你妈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闭嘴！是你害我失去了一切，我从人人羡慕的季少变成了丧家犬，这对你来说还不够吗？不行，季平安情绪已经失控了，我必须争取时间，等我妈来救我。你妈的事都是你爸在自导自演。爸爸不可能骗我，是你们心思歹毒。我今天得让你们俩尝一尝失去至亲的后果。哎，等等，姚小仙主，你今天要是动了手，从今天起，你和你爸就再也没有回头之路了。我就是烂命一条，怕什么？不过死之前拉上你这个千金垫背，值了。哼，你知道吗？本来我可是季家少爷，继承我爸的公司，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一辈子风光无限。而你毁了这一切，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把我的家还给我，去死吧！去死吧！真是不自量力！你现在还这么年轻，就已经无药可救了。把我妈放了，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是季仙亲手害了你妈，现在又利用你来对付我，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现在还挑拨我和我爸的关系，你毁了我的人生，现在连我妈妈都不放过。行，到现在还不承认是吧？就一命抵命吧！谁敢动我女儿？谁敢动我女儿？妈，宝珠，快让妈看看伤哪儿了。妈，我没事，你别担心。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妈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妈，我真的没事，让您担心了。幸亏您考虑的周到，给我准备了定位手表。喂，好一个母女情深啊！江明华，别在这装好人，你们一家全都不得好死！真是个跟你爹一样，从根儿上就烂透了的坏种。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看在你是个孩子的份上，对你手下留情。早知如此，当初就不应该看在你是个孩子的份上，对你手下留情。是你们陷害我妈，要不是你们害她，我能做这个？季平安，你妈现在人还好好的，在派出所待着呢。不可能，爸爸明明说……你爸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是不是还说我妈心狠手辣，说我们赶尽杀绝？你说是我爸，有什么证据？姓季的，老子来提货了，快开门！老公，那个崔高姨太的人来了，我们快走！跑什么啊？慧英，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是你该报答我的时候了。虽然你生了孩子，老了点儿，可是在北冕可还值不少呢。现在明白了，季星能把你妈送给别人，也能教唆你犯罪。你们母子从来就不在他的计划之内。不对，谁知道是不是你们陷害我爸，跑过来骗我？季星要是有半点良心，他就不会当年一边跪着求我妈给他机会，一边在外面还养着你们母子。你真的以为他就对你们不一样吗？那不一样，我是他亲儿子，我妈跟了他20年，他能害我们吗？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也太不了解你这个爹了。明华，
案，吴慧那个蠢女人我已经处理了，她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碍眼。等我再找机会把那个小畜生送进去，给你消消气，好不好？等他们都得到报应了，你就原谅我，好不好？你成功了，他就能借刀杀人。你失败了，也只不过是他用来向我表忠心的投名状而已。对不起。对不起。你的道歉我不需要。我知道是我活该，我可以弥补你们。等我出庭的时候，我会指控季信，我会把他做的所有脏事都说出来。我可以做证人。弥补？今天我女儿要是真的出了事，你就算死10000次也抵不过她一根头发丝。江宝珠，我真羡慕你，你一出生就有这么好的一个妈妈，而我呢，我好像连生出来都是错的。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比起在这里耍嘴皮子，监狱才是你该待的地方。季平安，回去在里面好好改造吧。带走，交给警方。让开！我要见明华，我们几10年的感情，他一定会原谅我的。董事长和大小姐不想见你，这里不欢迎你。你一个助理，你懂什么？我妈她只是一时生气，等我解释清楚了，我还是这明珠集团的副总。你哪来的脸说这种话呀？是你吃里扒外，偷家养小三，现在一无所有了，还想找董事长给你接盘？闭嘴！那是因为我有魅力。哼，明华当初欣赏我，爱我才……哎，明华，保住！你们终于肯见我了，我就知道你们不会这么狠心的。季信，我见你是因为当年你给我下药后爬床的事，我们也应该算一算了。亏你之前还口口声声说董事长欣赏你，闹了半天是你自己使了最下作的手段爬上去的。闭嘴！江明华，你这是污蔑！季信，当年要不是你设计我怎么可能和你这种人在一起？事后你还装出一副情深似海的样子，慢慢图谋我的公司。从头到尾都是你的算计。那又怎么样？放下男人的尊严，入赘到你们江家，那是你的荣幸。费尽心思爬上你的床，就该偷着乐。季欣，你的尊严一文不值，你就是嫉妒我妈比你优秀罢了。你是个逆女！你是个逆女！季欣，你涉嫌非法转移巨额资产，教唆犯罪，现依法对你实施逮捕。你们不能抓我！明华，保住！我知道错了。救我！宝珠，妈妈这辈子看错了人，赔上了20年，但我也感谢命运，把你送到了我身边。妈妈可以没有爱情，甚至可以没有这偌大的事业，但不能没有你。只求你这辈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妈，我知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有一个世界上最爱我的妈妈。董事长，大小姐，看这边，开一张新的全家福吧。